不知道有没有人好奇唐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？我花了2天时间在唐山逛了逛，如果你们想听，我就给你们讲一讲。一出高铁站就是一个巨大的广场，广场上有个雕塑，写着全国文明城市。我说看看唐山有多文明呀，在大街上转转，市容市貌还挺好，街道挺宽敞，楼房挺方正，还有个百货大楼像火车一样长。唐山人的一天是从市场里的早餐开始，而唐山最有名的早餐就是安徽板面。和石家庄一样，很多安徽人带着自己家乡的美食在唐山定居，于是板面慢慢也成了唐山人的钟爱。因为我们老家是羊肉板面，没有牛肉板面，唐山呢经过口味改变吧。最好吃的是这个胡辣椒，糊香糊香。20多种料呢，中草药呢，然后再焖呢。还有这个朝鲜面，也是唐山人早上最爱吃的美食，有一股馄饨汤的鲜鲜的味道。在这个39市场，你能看到最真实的唐山人的日常，也能听到最正宗的唐山话。他说：“都从那个十字路口往那边走，走一个大火堆点就到安庆来了。让我大商场。”他说：“再上南湖转一圈去，那比常州的西湖还得好。”他说：“我上三亚、上大连、上哪儿去？人家一听就知道你是唐山的，因为他们听赵立忠的话听习惯了。唐山话听起来就像在唱歌，你永远猜不到下一个调该往哪儿拐。当的司机一定比我更明白。”听师傅说了一路，我知道了唐山最贵的房价有3万多一平，比天津还贵，也知道了唐山的经济竟然是河北省第1名。咱们这不是重工业地区吗？它都是钢厂、煤矿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让师傅改拉我们去煤矿博物馆看看，了解了一下唐山煤矿的历史，还下到矿坑里面，真实的感受一下矿工的生活。晚上呢，我们又去吃了八方后身的一家麻辣鸡块，他们家的鸡块和鸭黄豆角说是离开唐山就绝对吃不到的美食。这麻辣鸡块是唐山独有的风味，小麻小辣还带点甜，挂在鸡腿肉上的糊糊特别好吃，鸡腿肉也特别嫩。这鸭黄豆角也是有点绝，在那个豆角外边糊了一层蛋黄做的墙皮。离开了唐山市区，晚上我们住在了迁西县的一个农家乐，准备第2天坐船去看唐山的小桂林。农家乐的老板也是我们明天的船长，肤色特别健康。我需要有光的地方我才闪亮的，但是是黑亮黑亮的。肯定是因为经常在这大山里晒，为了不变成他这样，坐船之前还是要用一下这个兰蔻小白管。这个小白管和普通防晒相比，能防护所有的紫外线，不怕晒黑晒伤晒老，而且质地也很好，涂上去和乳液一样。我平时旅游暴汗都不沾，也不用补涂，好好防晒才能肆无忌惮地享受美丽的风景。这里不仅有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和天然溶洞，最有意思的是这个水下长城的奇观。原来这里是没有水的，明长城遗址就从这里经过，后来变成了潘家口水库，长城就被淹在水里了，就像一座孤岛。周围是一潭极碧绿的水，水上还有一层薄雾，仿佛就是长城上的硝烟。下午我们又开车到乐平县看海，北方一提海，首先想到的就是北戴河，但其实唐山也有海，虽然没有三亚那么好看，但丝毫不影响来这里的大爷大妈的心情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海滩上的每一个人看起来都特别的开心，时不时的发出银铃般的笑声，把我都感染了。我也去模仿他们拍照，结果不小心把拖鞋掉海里了，还跟大妈撞了个满怀，结果让他们笑得更开心了。当你还在网上对比着马尔代夫和巴厘岛，他们已经先行动起来，先感受到了大海的快乐。这里的风景并没有更好，但这里的快乐并没有更少。晚上我们又回到了唐山市区，在机场路吃烧烤。烧烤是好吃的，我也说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味道，就是普普通通的好吃。就像唐山在我眼中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城市，它可能没有那么好，但绝不至于那样坏。网络真的是一个放大器，把一些东西吹得神乎其神，再把一些东西贬得啥也不是。就像一个视频，好像不夸大就很难有流量，但在我看来，普通是一种美好的品德。普普通通的城市当中，有无数艰苦奋斗的普通人。真正的快乐永远不在最热闹的网红打卡点，而就藏在我们普普通通的美好生活当中。而唐山就能给你这样的生活。我抽机票盲盒又抽中湖南了，这次来的是郴州。说来也怪，还没上飞机呢就遇到粉丝了，郴州本地人。下飞机又遇到一波，出了机场打开私信一看，还有没好意思跟我打招呼，但是私信给我发攻略的。所以今天咱们就是一期跟着粉丝玩郴州，当地人推荐的，那绝对地道。
第一站我们就来吃所有粉丝都提到的七凤渡鱼粉，红红的鱼汤泡着雪白的米粉，一看就很好吃的样子。它是那种辛辣，鱼汤的鲜，朝天椒的火辣，全部融进这个滑滑的米粉里面。还有这个茶油猪脑壳，它有一种特别独特的焦焦的茶香，真的秒杀一切辣椒炒肉。还有这个杀猪粉湿炒豆皮儿，真是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：湖南真的太绝了。第二站我们继续听劝，跑到乌梅基地来摘杨梅。哎，你说为什么叫乌梅呀？因为他们这儿杨梅特别黑，挂在树上跟黑炸弹似的，你不仔细看都看不见。但是最黑的乌梅往往在最远的树梢，我就说不好意思，我上树了，整得我是大汗淋漓，但真的是收获满满，我就恨不得自己是千手观音，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才下山。彭姐，他们这儿的杨梅有一种特别独特的松香味儿，一入口那个杨梅粒儿就像蒲公英一样在你嘴里炸开，我恨不得一口吃10个，把我牙都吃红了。而且不得不说，湖南人真的很会享受生活，抱着一筐大杨梅，吹着电扇，看着远处的山和云，就这么静静的坐一下午，真的什么烦恼都没了。晚上呢，我们就住在了东江湖旁边的一个民宿。这民宿也特有意思，说是发抖音就可以免费住。我一瞅，够我在这住一辈子。于是我决定隐藏身份，明天一大早去看这个雾漫小东江。说实话，来之前我是没想到东江会这么美。你只有亲眼看见，你才会意识到，原来我们老祖宗画的那个国画、水墨画，可不只是写意，真的就有这样实实在在、宛如仙境一样的山水。更幸运的是，景区的工作人员也是我的粉丝，于是我也得以成为了画中人。渔夫大哥教我怎么撒网，我也终于明白了什么叫一蓑烟雨任平生。这东江不光风景美，还盛产淡水鱼，尤其是三文鱼。于是我就捞了一只金樽，送到江边的小餐馆，做成了一鱼5吃：生肉刺身、鱼皮凉拌、鱼骨椒盐、鱼子蛋饼。看起来就像一半一半包好的橘子，吃起来特别新鲜，一点腥味都没有，完全不输日料的刺身。吃完鱼，我们又去了粉丝推荐的白狼，因为这里号称是湖南的洱海。可惜雨越下越大，我租的小电驴还爆胎了。还好我带了点在抖音商城618好物节囤的小零食，还挺是那味儿的。这次618好物节有各种实用新奇的好物，补贴力度大到离谱，很多大牌价格直接拦腰砍。点评论区或左滑进商城，全场满150减25，满减再叠券，满300减80，你们也赶紧去看看吧。下午呢，我们又开车来到了永兴县的板梁古村，这里的建筑都有600多年的历史了，保留着最古老的湘南的韵味。走在这个像迷宫一样的巷子里面，我突发奇想，为什么不玩一场捉迷藏呢？于是我撒腿就跑。你们是哪里啊？在这儿，别跑！找到了！这儿呢。别跑！玩完捉迷藏，我们又和村里的老奶奶搭话。他们说，沿着水渠向上走，就能找到一口古井，喝了里面的水，就能像他们一样长命百岁。走了10多分钟，我们还真的找到了这眼泉水。上井是直接可以饮用的，中井和下井就用来洗衣洗菜。这个水能喝呀？对呀，我们就这个喝呀。喝起来有一股涩涩的矿物质的味道，我还在里面泡了泡脚，冰冰凉的。热了就跳到这井里面洗一把。跳到井里边洗，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个村子总能让我想起童年的样子，就莫名的有安全感，莫名其妙的能放下包袱。每一个人在这里都变得更孩子气了，就连素不相识的大姐都能在我面前跳起了舞。到了晚上呢，我们又去吃了马田豆腐、马田牛肉、烧鸡公，真的就是每一道菜都不会踩雷，是香菜就肯定香。因为在这里吃的太开心了，我们又多待了1天，终于等到了白狼的美景。看到这如诗如画的景色，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别人说郴州风水好，是9仙2佛之地，为什么这么多老人在这里游玩甚至养老。因为这里汇聚了美食美景，因为这里天时地利人和，因为这里被叫做福城。我们常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，老人在的地方一定是有福之地。来郴州吧，你会得到最美好的祝福。